我要不要说？我说我好像是个假粉一样。对，我前一秒还很投入，然后一看到这个，我整个一下子就出戏。它存在于这个剧情，就只是为了增加 drama。OK， 最后总体讲一下我的感受啊。我觉得那个，先说优点，演技进步真的很大，尤其是 Ben 在和小地球倾诉的那段，就是给我惊喜到，震撼到。มันทั้งสับสน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ตัวมันเองอะ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ได้มากแค่ไหนอะ然后就是本也是。但是，其实我的演技有一个问题，我要不要说？我说我好像是个假粉一样，但是我还有点想说，就是他演戏的时候就是他有点会用嘴唇演戏，就是你仔细看的话，他有时候想表达一些情绪，他怎么说呢？他会去动他的嘴唇，然后那个地方就会让我有一点点出戏，因为你能看出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感情不是靠嘴唇用力，还有眉头用力，其实更多的应该是靠眼睛嘛。但是有时候他的嘴巴这边就会用很多力，然后就会多多少少有一点，但是除了这一个小习惯之外呢，他们两个人的演技都还挺 OK 的，就是比起之前是有很大很大进步。然后那个女生 Jenny， 其实她在酒吧那段戏的演技也有惊喜到我，就我不知道她在这里的设定到底是不是她单恋就是暗恋Meg啊，应该是吧，不然为什么会接吻呢？就如果是的话，那她当时那个演技就很 on point， 就很棒，就是有让我共情到。作为一个曾经也喜欢过 gay 的女生，曾经也就是当知道对方我暗恋男生是 gay 之后，就在家痛哭的那么一个人，就是那段我是真的有共情到。然后呢，整个剧情大家也看到，我前面哭了挺多次的，就是很现实啊，很现实。不光是两个人沟通上的问题，还是说家里的一些问题，就是都蛮现实的，都是你可以理解到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截止到最后那个反转，就是揭开真相之前，他是有点走入迷宫的那个感觉，你就能感觉到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其实蛮复杂的，就像我刚刚提过的这几条线交织在一起嘛，你明白他们俩其实是怎么说呢，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他最后说分手那里却好像一下子把它简单化了，所以我当时看这儿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郁闷，但是还好，就是后面揭开了真相以后 ，OK， 你能了解到，是那个 Meg， 他怎么说是做出了牺牲吧，所以他其实当时吵架的时候算是比较口是心非的一个状态，是故意那么说的，故意那么做的，就是你知道了真相以后呢，就还蛮能理解的，但是在那个真相揭晓之前，真的是，哇，我真的是超级郁闷的，所以这个剧情呢，整体来讲，在我这边也算是还 OK。就是能够前面让我非常投入，后面虽然有一点让我骂街，但是到最后又整个很成功的救回来，就还挺好的。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很和谐完美的 happy ending。然后说一下缺点，就是那个吻还有玫瑰，就即使他最后说明了整个这个误会是怎么回事，我也还是 get 不到为什么那个吻需要存在。我想不到有什么情况会让一个刚跟男朋友吵完架的一个 gay， 然后在酒吧对一个自己的女生朋友讲，他们俩吵架的事讲着讲着就会跟那个女生朋友接吻的，除非是 Meg 之前就一早就知道这个 Jenny 喜欢他，那我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可能，虽然还是不太可能，但是你没有那些铺垫啊。就像我到现在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 Jenny 是不是喜欢他，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当时是 Pen 演的吧，就另外一个女生，她有就是做一个手势，像是暗示就是那个 Jenny 喜欢 Meg 那样。那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确凿的证据。然后呢，而且就算那个女生喜欢 Meg 会跟他接吻吗？就是那么自然的接吻吗？就怎么说呢，就是情理上说不通。我不是在意那个吻啊，如果是那个剧情上，如果是情理上说得通的话，那我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吻吧，还有最后那个玫瑰，就很明显是为了制造误会嘛，是为了制造 drama。
所以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太刻意了，所以我前一秒还很投入，然后一看到这个，我整个一下子就出戏。它存在于这个剧情，就只是为了增加drama，它没有，其实没有推动这个剧情。你说这个吻在这个剧情里有什么作用吗？没有，只是让它看起来更刺激了一点。唉 ，anyway， 所以这一点呢，就还蛮可惜的。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泰国的腐剧可以不要就是在借用一个第三者，尤其是女生，来就是增加冲突，推动剧情。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像这类的青春剧，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刚刚哭，其实有个很大一点就是他们现在面对这些问题吧，其实你比如说你说家庭的问题，其实不是他们在现在这个状况以自己手上的资源在这个状况下可以很好的解决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成长，但是最后呢，这个问题好像一下子就解决了，你没有体现出两个人的成长。好 Meg 理解了 Balloon 为什么一直以来这样，他身上有多大的负担，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然后 Balloon 也明白了 Meg 其实也没有变心，他就是而且他还是在为了自己做牺牲。所以等于是一个双方都对对方更加理解了，所以就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他 happy ending 的时候其实就只是更加理解了，没有说是一个相比他俩之前很好很甜蜜的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个成长的感觉。就是 Meg 他也没有学会说怎么更好的和爱人去沟通自己的需求啊，到最后也只是偷偷在 IG 上传一个照片。然后 Balloon 这边呢也是跟家里那边是怎么解决的也没有说清楚，就没有展现出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理解这是因为篇幅有限 OK， 这个我可以理解，所以我只能说是很可惜，但是并不到说是不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些成长的部分再展示的清楚一点的话，可能这个剧的现实意义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也明白像我说的这两个人身上的成长可能在现实上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吧，的确，但是他们俩身上这个问题确实是他们俩这段关系中的本质问题啊。就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他们最后怎么可能在一起那么多年呢？所以当最后那个彩蛋就是最后的那个部分的那个阶段的他们肯定是已经经历了这种成长的，对，我相信肯定是这样的，但只是说在这部剧里他没有把这个成长拍出来，这个在我这里是有一点可惜的。OK，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篇幅里面，它已经是算是讲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了吧。怎么说呢？可能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期待了，所以它没有让我失望，但是怎么说呢，也没有让我特别的惊喜。我只能说是优点很多，但是瑕疵呢也很明显。但是怎么说呢？虽然我理性的可以说出来这些优点缺点，但是我心理上确实是满足的。然后我确实前半段非常非常的投入，然后也动情很多次。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呢，至少说明某种程度上这个剧是还蛮成功的。